其实最恨你的人，就是从你的手里白拿了很多东西的人。当你第一次向某人伸出援手，或者无条件地给予某种利益时，对方的反应通常是感激涕零，因为那是额外的馈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馈赠如果变成了常态，奇妙的化学反应就会发生。你的善良在对方眼中逐渐贬值，直至归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你没做错任何事，你只是停下来了，只是累了，或者终于清醒了。但在他那里，你的停止不叫停止，而叫做背叛。这件事让多少善良的人在夜里辗转难眠，反复问自己：我哪里不对？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不，你没有不对，也不自私，你只是太迟看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人心的阈值是会不断被撑大的。印顺导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布施若无智慧摄导，不但不能解脱，反而会增长贪欲与执着。这句话初读起来像是在说受施者的问题，但仔细想想，他其实也在告诫施予者无智慧的给予，不是慈悲，是共谋。在佛学的传统里，布施是六波罗蜜之首，被视为修行的起点。但佛陀从来没有说布施是无边无际、无条件、无止境的。增益阿含经里有一段记载，当时有位长者问佛陀，施舍应该有多少？佛陀的回答意味深长，他说：布施当观时，观处观人，如法施予，方为真施。如法这两个字很关键，如法就是合乎道理，合乎因缘，而不是不顾一切、不设边界地倾倒自己。这个主题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讨论，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很多人不愿正视的真相：善良。如果没有智慧的护持，会成为一把伤人也伤己的双刃剑。而那些因为你停止给予而翻脸的人，他们的怨恨背后藏着的不只是人性的幽暗，更是一段关系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的轨迹。今天我们要一起好好谈谈这件事，谈谈给予与索取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边界，谈谈善良是如何在某种关系里悄悄变了质，谈谈那些白拿惯了的人，他们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们能够那么理直气壮地反过来怨恨你，以及当我们把这一切都看明白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不关上自己的心，又不让自己继续成为被消耗的那个人。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打出这句话：愿我的善良带着智慧，愿我的给予出于自由。为自己，也为每一个曾经在生命里被善意辜负过的人送上一份最真诚的祝愿。好，我先和大家讲一个故事。布商阿达是北方城郊一个靠布料起家的老人，他这一生做布料生意做了将近40年，年轻的时候特别穷，穷到什么程度？有一年过年，锅里只剩半碗冷粥，他和老婆2个人用筷子夹着吃，谁也不肯先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发家之后最怕别人受穷，见到有困难的总要拉一把。阿发是他第7个学徒，那年阿发来投奔他的时候才18岁，从南边一个小村子走路来的，鞋底磨穿了，脚掌都起了血泡。阿达见了他没多问，把人留下来给他换了一双新布鞋，安排他在仓库里睡觉，每天包3顿饭，还另外给零用钱。旁边的伙计说：老板，你也太好了，这小子不知底细，留着当心。阿达挥挥手说：年轻人嘛，哪个不是从穷日子熬过来的，先让他站稳脚步再说。阿发是个聪明的孩子，脑子活，手脚也快，学东西很快。阿达就开始有意识地教他如何识布料的好坏，如何跟客人谈价格，如何管账。
几年下来，阿发基本上把整个布铺的运作摸透了。阿达越来越倚重他，有时候要出远门，整个铺子就交给阿发看管。阿达这些年给他的帮助实在太多了，给过他月钱，给过他住的地方，帮他垫过2次家里的急难钱。有一次，阿发的母亲病了，阿达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一半让他带回去，连借据都没写。他对阿发说：好好做，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铺子，再来帮衬老叔就好。那个时候，阿发眼眶是红的。这样的日子过了大约7年，7年里，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有一件事，阿达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是他没有察觉的第一道裂缝。有一年，他因为货源的问题，年终的红利比往年少了30%。按照惯例，阿达还是发了红利，但阿发那一天领了钱，脸色明显不对，回房间去了，晚饭都没来吃。阿达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也没追问。第2年，阿达生了一场病，整整2个月没办法去铺子，全靠阿发在帮他撑着。阿达病好之后，账本对得很平，阿达很感动，特别多包了1个月的钱给阿发，还跟他说：你辛苦了，老叔记着你的好。但从那1年之后，阿发开始有了些小动作。先是进货的时候私下收了供货商的好处，被另一个老伙计发现，来跟阿达报告。阿达念在多年情分，当面问了阿发，阿发低着头说了一句：以后不敢了。阿达就放下了。接着是一批货的账目，数字对不上，阿发解释说是算错了，重新补上了差额，事情就这么过去。真正的爆发是第8年冬天，那一年，阿达的儿子从外地回来，有意接手布铺。阿达觉得儿子在外面读过书，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就开始慢慢把一些管理的权限交还给儿子。阿发察觉到了，他的地位开始动摇，一些本来只需要他签字的采购，现在要多一道儿子的审核。阿发去找阿达谈，说话的语气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破鞋来投奔的少年了。他说：老叔，我跟着你这么多年，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不够好吗？阿达耐着性子解释说，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家事。阿发听了，冷笑一声，说：我明白了。隔了1个月，阿发带着铺子里2个年轻的伙计，还有他这些年偷偷抄录的客户名单，另起炉灶开了一家新铺子，专门挖阿达的老客。走的时候，他还在外面放话，说阿达这些年在账目上有问题，暗示是阿达不干净。消息传回来的时候，阿达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说话。他老伴端了一杯茶过来，说：你当年就是太好了。阿达摇摇头说：不是我太好，是我太傻。我以为我们是在一起建什么东西，原来他只是觉得他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接下来再讲第2个故事。慧珍不是学过医的人，她的医术是跟她母亲学来的，她母亲又是跟外婆学来的，祖传的一套草药方子，加上几十年看诊的经验，能治的病不算复杂，但在那个山区小村里已经够用了。一些日常的病痛找慧珍都能弄得差不多。还有一点，她从来不收钱，不是不需要钱，她家里的日子也就那样，1亩多的田，加上丈夫偶尔去山上打点猎物，勉强过得去。但她觉得山里人日子都苦，出来看诊已经不容易，再收钱，有些人就算病了也不来了。她的逻辑很简单，有本事帮人就帮，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村里人一开始很感激她，谁家孩子病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慧珍大子。她摸一摸脉，看一看舌苔，回去抓2把草药煮了喝，通常3天之内就见效。有些人来了还带一把自家种的菜或者几个鸡蛋，慧珍也不推，道个谢收下。那种往来是自然的，双方都自在。但时间一长，有些东西悄悄变了。
起先是不再带东西来了，来就直接问什么药方，什么分量，有时候甚至态度很随便，好像这是应该的。慧珍也没放在心上，继续帮忙。后来有个妇人带着她婆婆来看诊，慧珍看了说，这病我这边处理不了，建议去城里看西医。那妇人当场变了脸，说你平常不是什么都能治吗？这次是嫌我们吗？慧珍解释了半天，那妇人甩头就走。隔了几天，村里传出一个说法，说慧珍最近眼光高了，有钱人才治，穷人免谈。这话传到慧珍耳朵里的时候，她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她问丈夫，我什么时候嫌贫爱富了？丈夫摇摇头说，不用想太多，乌鸦的嘴挡不了，但流言不是挡一挡就散的。后来更夸张的事情来了，村里有个男人叫土旺，这几年腿上的老毛病全靠慧珍每隔一段时间帮他贴一种消炎的草药膏，废的材料都是慧珍自己备的。有一年，慧珍家里的草药来源出了问题，需要跑远一点的山头才能采到，整整停了2个月，没办法替他贴。土旺腿痛复发，很不高兴，找到慧珍家门口说，你这2个月不管我死活，我腿都残了，还不是你的责任。慧珍那时候刚从山上采药回来，脚都走软了，听到这话，眼泪一下子就来了。她丈夫受不了，出来跟土旺理论。土旺反而更大声说，你们家不是靠这个积德的吗？现在不干了就是缺德。这件事儿在村里闹得很难看。慧珍事后跟自己母亲说起，她母亲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说女儿，你给人鱼吃给太久了，有一天他们会说鱼是他们的。慧珍问，那我们还给不给？她母亲说，给，当然给，但得有讲究，不然你给的不是福是债。什么样的给予会变成债？这个问题我后面会详细阐释。第3个故事，深山里有座古寺叫净慈院，院里有个火工僧，法名叫广元。说是火工僧，其实就是个专门负责杂物的人，扫地、挑水、烧饭、劈柴，寺里凡是脏活累活都是他在做。他不是正式剃度的僧人，也没有受过系统的戒律教育，就是一个寄住在寺里的普通汉子，住了10几年了，寺里给他一个小屋，管他3餐，偶尔他帮寺里修修东西，就这么相互依存着。主持慧明法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心里有数。他早就看出广元这个人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带着诚心的。那年广元进来，说自己在外面混不下去，求个容身之所，慧明法师点头收下了，说，你安心住，只要肯做事，这里不缺你一碗饭。广元那时候是真的感激，每天天没亮就起来扫院子，把寺里上上下下都料理得干干净净，不用人催。但3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广元开始变得理所当然，扫地的频率开始减少，被人说了还会顶嘴，说我又不是你们请来的工人。挑水的时候经常偷懒，说腰不好。有一次寺里有施主来捐了一批新的厨具，广元私下拿了几样小件儿回自己屋里，被小沙弥发现。慧明法师找他谈，广元说，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拿几个小东西算什么？慧明法师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说，东西还回去吧。广元不情不愿地还了，但从此在寺里到处说慧明法师小气，一个出家人计较这些世俗的东西。寺里有个年轻的小沙弥叫净空，私下去问慧明法师，说师父，广元这样，我们为什么还留着他？慧明法师停了一下，问净空，你觉得我们该不该留他？净空说，他这样子留着对寺里不好，徒弟建议请他离开。慧明法师摇了摇头，说不是时候，还没到。净空不懂，没再追问。
真正到了的那一天是在一个初冬的早晨，那天是寺里1年1度的大法会，有许多施主远道而来，寺里上上下下都忙着准备。广元负责的是厨房的火炉，要确保整天火不断，来的人都能有热水喝。但那天中午，广元不知道什么原因，自顾自地溜出山去了，留下一个都还没引燃的炉子，害得负责待客的小沙弥手忙脚乱。10几桌的施主等了将近1个时辰。慧明法师那天没有当众发火，等法会结束，施主们都离去，他去到广元的住处，平静地告诉他，从明天起可以收拾东西下山了。广元一下子跳起来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住这里10几年了，你说赶就赶。”慧明法师说：“我给你3天时间安排。”广元那天翻脸的架势把整个寺院的僧人都吓了一跳，他摔了屋里的东西，对着慧明法师骂说：“你们这些和尚吃着十方施主的供养，对真正的苦人却这么冷酷，你们的佛没白学吗？”慧明法师站在那里等他骂完，然后说：“你说的对，我们吃的是十方施主的供养，不是你的供养，也不是你有权利支配的供养。你这10几年有没有过好日子？有。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帮你？有。但今天你选择了用伤害这里来回报这里的帮助，我没有义务继续容忍这件事。”广元沉默了，他没有在第3天离开，第2天一大早就收拾行李走了。临走之前，把寺门口的匾额用泥巴抹花了。后来净空又问慧明法师说：“师父，您之前说还没到时候，那时候您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吗？”慧明法师说：“知道。”净空说：“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慧明法师说：“因为那时候他还有救，等一等，也许他会改。”净空再问：“那最后他没有改，您后悔等了那么久吗？”慧明法师沉思了片刻，说：“我不后悔，但我也不会再给他第2次。”净空若有所思，说：“法师，那这件事交给了我们什么？”慧明法师拾起扫地的扫帚递给净空，说：“来，先把门口的污泥扫干净，扫的时候想一想，你自然就明白了。”这3个故事里，阿达、慧真和慧明法师连在一起，他们都是给予者，都遭遇了反噬，但他们面对这件事的方式各自藏着不同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条线一点一点拉出来。很多人以为被你帮过的人反过来恨你，是因为那个人本性坏，但我想告诉你，这个现象比本性坏要复杂和痛苦得多，因为它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心理的必然，而不只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我平时除了修行，还会看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我想先带各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享乐适应，说的是人对于重复出现的刺激会越来越不敏感。第一次吃到一道好菜，你觉得人间美味，吃了100次，你开始觉得也就那样。第一次收到一份礼物，你感动半天，收了20次，你开始对包装和内容挑剔了。这不是人主动选择变坏，是大脑的自动运作方式。问题在于，人的大脑在处理他人的善意这件事上，也遵循同样的逻辑。你第一次帮他是惊喜，是感恩，你帮了100次，大脑就把这件事归类为背景，就像空气一样，它存在，你不觉得消失了，你才感到窒息。但空气消失，你会怪谁？大脑有一个机制叫做所有权效应，意思是一旦一件东西在心理上被你认定为属于我，你对它的评价会远高于你实际为它付出的代价。更残酷的是，当它被拿走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失去会比当初得到的快乐强烈得多。把这2个机制合在一起看，你就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儿了。长期接受你帮助的人，在心理上早就把你的善意登记成了自己的资产。当你停止给予，在他的神经系统里，这不是礼物消失，而是我的东西
被人拿走了。被拿走会产生愤怒，愤怒需要一个对象，而你就是最近的那个对象，所以他的恨不是理智的，是本能的，是神经的，是结构性的。但我们再深挖一层去看那个恨的背后藏着什么。在阿发、土旺、广元这3个人里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愤怒的时候把自己包装成了受害者。阿发说阿达账目有问题，土旺说慧真不负责任，广元说慧明不慈悲。他们的指控不是为了找到真相，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叙事。在这个叙事里，我才是那个被亏待的人。心理学管这叫做羞耻感的外化。一个人在意识深处其实清楚自己拿了不该拿的，用了不该用的，占了不该占的。这种认知会产生一种叫做羞耻的感受，而羞耻是人最难承受的情绪之一，比恐惧更难，比悲伤更难，因为它直接触碰到我不够好，我不值得的核心。怎么逃避羞耻？把它转化成愤怒，对外投射，找一个目标，让是他的错来替代是我不对。这是人类心理的防御机制，精确、有效，而且非常痛苦，因为它不只是在骗你，它首先是在骗自己。所以当他恨你、骂你、指控你，他其实是在用力地压住那面照出自己真实样貌的镜子。他用的力气越大，说明那面镜子越清晰，说明他心底深处还有一个知道真相的自己还没完全死透。明白了这一点，你看他的眼神或许可以少一点愤恨，多一点悲悯，不是纵容，而是理解。他是囚徒，关他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打造的那道牢笼。有句古话叫斗米恩，生米仇，给1斗米救人于急难，人家会感恩。但如果你长期大量的给，那人反而会对你产生怨恨。这不是古代人的偏激，这是边际效应最真实的呈现。经济学里的边际效应说，第一单位的投入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往后每增加1单位带来的满足感递减。换句话说，你第一次的帮助价值最高，之后每一次都在贬值，直到贬到0，再往下就是负值。他不只觉得你的帮助不值钱，还觉得你欠他这个。这不是他的错，是结构的错，是你们关系结构的错。而这个结构是谁建的？是你。这句话说起来有点重，但我想请你认真接住这个重量。每一次无底线的给予都在强化那个结构。你以为你在帮他，但你实际上是在一起搭建一个对双方都不健康的框架。你是承重墙，他是靠着你站着的人，而靠太久了，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有脚。大制度论里有一句话说，菩萨布施，有智慧摄，则为真布施。意思是，真正的菩萨布施是带着智慧的布施，不是无条件的滥给。滥给看起来是慈悲，实质上是纵容，是懈怠，甚至是一种无名之善。你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但因为缺乏智慧的引导，这个好事最终变成了坏事。接下来我们来谈唯识学里一个非常精准的分析。唯识学把人的心理活动分成8识，其中最深层的叫做阿赖耶识，像一个巨大的仓库，储存所有的种子，善种、恶种、无记种，通通在里面。一个人长期处于被给予不需付出的状态，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就会不断地熏习贪爱的种子，不是因为他天生贪，而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一直在告诉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伸手就来，不需要付出，不需要感恩。这些种子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遇到不再被给予这个因缘的时候，爆发出嗔的种子。嗔在佛法里是3毒之一，与贪和痴并列。嗔的本质是对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物产生的对抗性反应。当他把你的给予看作理所当然，你的停止就触发了嗔，于是那口恨意就像是仓库里积压已久的水，终于找到了破口。重点是，
这一切是一个因果的链条，而不是偶发的背叛。你的无限给予是因，它的嗔恨反噬是果。这不是宿命，而是种子与因缘的精确运作。那怎么办？怎么在不变成冷酷自私的前提下，学会用善良来保护自己，同时也真正帮助到对方？这正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谈的。佛门里文殊菩萨持剑，那把剑叫做慧剑，是斩断无明烦恼的智慧之剑。大威德明王更是有多臂多面，手持武器，看起来非常凶猛，但它的本质是慈悲的护法，用威猛来护持清净，斩除魔障。佛法从来没有要求你做一个没有界限的圣人。佛法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善巧方便。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用最适合当下的方式来引导、帮助或者拒绝。拒绝也可以是一种善巧方便。对一个已经被惯坏的人说不，可能比继续给予更符合菩萨的精神。因为真正的慈悲不是让对方永远舒适，而是引导对方走向觉知。一个人永远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贪欲，他的灵魂就永远在那个黑暗里睡着。你的停止可能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惊醒，所以不需要你变成狠人，而是要变成一个有智慧的给予者。好，我们要怎么在现实生活里真正运用这些智慧呢？我整理了5个可以实践的方法，每一个都有它的具体做法，不是泛泛而谈。第一法，学会辨识感恩与贪爱的差别，这是一切的起点。因为你要先看清楚对方是哪一种，才能知道你下一步怎么走。感恩和贪爱表面上有时候很像，但内在完全不同。感恩的人记得你如何帮了他，贪爱的人只记得他还没拿到什么。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我叫它暂停观察法。你不需要完全停止给予，只需要某一次把你原本会主动提供的稍微延迟一下，或者做得比以往少一点，然后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他注意到了，并且表示体谅，或者主动询问你是否有困难，那说明他心里有你，这段关系是健康的。如果他立刻表现出不满、抱怨或者怪罪，那你已经有了答案，他的感激早就在某一个时间点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索取的惯性。这个测试不是为了考验别人，而是为了帮你自己看清楚你目前站在什么样的关系里，看清楚才能做出符合智慧的判断。佛法里讲如实观，就是如实的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带任何的执念和幻想。你如实观察这段关系，不带期待，不带恐惧，只是看清楚它真正的样子，然后你自然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第二法，以布施波罗蜜的正确知见来给予。布施波罗蜜是6度之一，意思是以圆满的方式布施。在《金刚经》里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教导：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意思就是不执着于布施的形式，不执着于我给了你什么，你应该感谢我，也不执着于我是一个好人。这个教义有2个层面，值得我们各自拆解。第一个层面是不执着于我给了什么。很多给予者其实在给的同时，心里是有期待的。我帮了你，你应该感激，应该记得，应该有所回报。这种期待并不是坏事，是很人性的感受，但它会制造出一种无形的情感债。对方在接受你的帮助的时候，也同时在接受那种债的重量。时间久了，那重量会变成压力，进而变成反感。所以如果你决定帮一个人，最好是把心里那个账给结清。我给是因为我愿意，不是因为我要交换什么。给了就放下，这不是叫你当傻子，是叫你把自己从那个期待与失望的循环里解放出来。第2个层面是了解布施的时机与分寸。本生经里有一则故事，
一位国王为了实践布施，把整个王国都给了别人，最后反而害了更多的百姓。佛陀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赞叹那位国王，反而说布施需要智慧，不然好心也会结恶果。好的布施是给对方他真正需要的，而不是给他想要的，是帮他走向独立，而不是让他永远依赖，是一次有效的雪中送炭，而不是漫无止境的锦上添花。在实际生活里，这意味着你可以帮人，但你可以设定一个结束日期。我帮你3个月，3个月之后你要自己站起来。或者你可以帮，但帮的方式是教他如何帮自己，而不是替他做所有的事。这种帮助才是真正的布施波罗蜜。第3法，持戒是守护自己的因果。持戒，一般人以为是戒掉坏习惯，不妄语，不偷盗，不伤生。但有一种持戒很少人谈到，就是戒掉对自己不公平的关系。你也许会觉得这跟戒律有什么关系？有的，因果是没有例外的，你种什么因就结什么果。如果你一直接受一段不对等的关系，在里面无止境的付出，那你是在不断的种下自我消耗的种子，长出来的果就是疲惫、委屈、被背叛，然后是愤怒。持戒的本质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有一种说法说，允许别人伤害你也是一种恶业，因为你在纵容一个不好的因缘继续运作，这对你不公平，对他也不公平。他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的问题，你没有机会走出那段消耗。所以持戒的一个现实意义是，不再允许某些关系继续侵蚀你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这不是自私，这是对自己因果的守护。具体怎么做，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检视你的每一段关系。这段关系有没有在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答案是否，那这段关系很可能就是需要持戒的对象。这不意味着你要立刻切断，而是你要有意识地开始化戒，减少能量的流失，同时观察这段关系是否有改变的可能。第4法，实践断舍离与无我的觉知。断是斩断对执念的执着，舍是放下对物与关系的依附，离是从那些不必要的纠缠里解脱出来。当你面对一个被你惯坏而翻脸的人，最难的往往不是愤怒，而是不舍。你不舍得之前的付出全部归零，不舍得那段曾经美好的关系，不舍得那个你以为了解对方的幻觉，但那个不舍其实是对自我的执着，执着于我是一个好人，我的付出有价值，这段关系值得我救。无我并不是消灭自己，而是放下对我应该如何被对待的固执。当你能够接受有些关系走到这一步，就是它最终的样子，没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对错，只是因缘聚散，你才能真正的从那个重量里解脱出来，不带恨，不带怨，利落地走向下一段清明的缘分。有一个实践方法，我在以前的影片中多次提到，听过的朋友都说非常有用，叫书信告别法。你不需要真的寄出去，只是拿一张纸，把这段关系里你想说的话全部写下来，感谢、委屈、愤怒、悲伤全部写，写完折起来放在一个地方或者烧掉，作为一个仪式性的告别。这个动作是在帮助你的内心登出那段关系，完成你自己的断舍离。你会发现写的过程比你想象的轻，因为你终于允许自己把那份重量放下了。第5法，用佛法转念来面对被反噬。这是最后一法，也是最深的一法。当一个人因为你停止给予而恨你，你的内心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可能是受伤，可能是愤怒，可能是自我怀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不够好吗？我想先告诉你，这些感受都是真实的，都可以被允许存在的。你不需要假装自己没事儿，不需要马上就用哲学来麻醉感受。
先让自己好好感受那个痛，然后等到你有能量的时候，用佛法的角度来重新看这件事。有一句话出自《华严经》，一念嗔心起，100万障门开。这说的是嗔恨的破坏力，一念嗔心可以烧尽无数的功德。这句话是在警惕我们自己不要起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也可以看见对方的嗔心伤得最深的其实是他自己。他用恨来反噬你，是在自己燃烧，他越燃越旺，他自己越消耗。你能做的最有慈悲的事，不是继续帮他扑火，而是退出那个火场。佛法里有一个修行方法叫做自他相换，是修习慈悲心的进阶法门，出自寂天菩萨的入菩提行论。简单说，就是尝试站在对方的处境里看事情，不是为了原谅他，而是为了理解那背后的苦。当你尝试这么做，你会看见白拿惯了的人，他的内心并不快乐，他活在一种永远不够的焦虑里，活在一种随时可能失去的恐惧里。他的贪不是满足，而是一个空洞，无论塞进去多少，那个洞就是合不上。这不是可怜他，而是看清楚，他那样的存在是他自己的苦，与你无关。而你的任务不是把自己也陷进那个苦里，而是带着理解清明的离开。离开不带恨，不带怨，不带执念，这才是真正的转念，也是真正的菩提心。最后我想让你脑子里想象出一棵老树，它站在山腰，风吹过，雨淋过，枯枝落过，但它的根扎得很深，没有什么能真的动摇它。有些鸟在上面筑巢，用了几年，有一天飞走了，再也不回来，甚至飞走之前还在枝条上啄了几口。老树有没有因此而折断？没有，因为老树知道它生长是为了自己的生根，不是为了让鸟一直住在上面。那些来过的丰富了它的生命，那些离去的带走了他们自己的因缘。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也没有什么好追悔的。你也是这样，你的善良是你这棵树最好的地方，不应该因为有人误用了它就把它砍掉。你需要的不是变得冷酷，而是把根扎得更深，让自己更清明地知道，我的好是给真正懂得珍惜的人的，不是无条件无底线的敞开的。当那些因为你停止给予而离去或骂你的人出现，请你在心里默默向他们道一声谢，谢谢你用这么决绝的方式帮我划清了善良的边界，也帮我切断了一段早就畸形的缘分。从今天起，把你的好留给那些把你的付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人。至于那些被惯坏的，让他们去，不是因为你不善良，而是因为你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善巧慈悲。你的停止是他们最深刻的一堂课，也是你给自己最温柔的一次呵护。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带着它慢慢去想，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那么一双手，你伸出去太久，已经忘了他们原本也需要被好好放下来休息。如果有，今天就让他们好好歇一歇吧。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触动你，请你在下方点个赞，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善良却委屈的人看见它。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你对今天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我很认真地看每一条留言。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值得支持，欢迎随喜布施，你的每一份心意都是这些内容得以延续的力量。感恩